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呀，我是丽姐，超欢迎家人们来听相亲故事哈，感谢家人们的订阅。要是故事精彩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喝茶哟。今儿给家人们讲个能把我这个当红娘的气得冒烟的故事。干婚介这么多年，奇葩情况见得多了，可像小王这样的还真让我印象深刻。小王是个32岁的姑娘，在深圳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，年薪快50万呢。要说长相，实话说，属于中上水平，身高165，体重刚刚好，皮肤也不错，平时还挺会打扮。就她这条件，在我这儿本以为随随便便就能介绍好几个不错的对象，可这姑娘一开口，我就知道事儿不好办了。丽姐，我要求其实不高。小王坐在我办公室，优雅地喝着茶。第一，身高必须180以上，没商量。第二，年龄不能超35岁，最好30到33岁。第三，学历得是全日制硕士以上，海归更好。第四，工作的是大厂或者外企高管，年薪税后至少80万以上。我听得直摇头，但还是耐心记录着。房子呢？深圳市区至少得有一套120平以上的。车子嘛，50万以上的都行，最好是奔驰宝马这档次的。哦，对了，最重要的是得有责任心，会照顾人，孝顺父母，还得会做家务，性格的开朗阳光。小王啊，我放下笔看着他，你觉得这些要求算不高吗？小王特认真的点点头。丽姐，这在深圳不是挺普遍的吗？我觉得就我这条件，找这样的对象不过分吧。我年轻漂亮，有车有房，工作稳定，还懂生活，这些要求真不算过分。再说了，他又补了一句，我宁愿单着，也绝不随便将就。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咋能马虎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心说这又是个被深圳高房价和高收入惯坏的姑娘。在这城市，像小王这样的大龄剩女可不少。据说深圳50%以上的单身女性年龄都超35岁了。她们工作好，收入不错，就总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。正准备跟她好好聊聊这事儿呢，刚好接到一个男士电话。嘿，这位男士条件还真不错，35岁，身高182，是某知名企业技术总监，年薪确实过100万，还是清华硕士毕业。我就寻思，要不介绍给小王试试。这我跟小王说，正好啊，我这儿有个不错的男士，各方面条件都挺符合你要求的，要不要见见？没想到小王听完我介绍，第一句话就是丽姐，他家里有没有房子啊？父母是干啥的？有没有兄弟姐妹？存款有多少啊？这一连串问题把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给问愣住了。我就知道这又得是个精彩的相亲故事了。一番沟通后，还是决定安排他俩见面。毕竟相亲这事儿，见了面才知道合不合适嘛。约在了周末一家日料店，这地方我常带客户来，环境优雅又私密，特适合相亲。男方小李提前20分钟就到了，看得出来他挺重视这次见面。他穿着一身得体的休闲西装，还拿着一束向日葵，显得既正式又不失温度。这小伙子平时忙工作，35岁看着跟30岁似的，皮肤白净，戴着金丝眼镜，一看就是那种典型的精英男士。可小王呢，居然迟到了半个小时。等他慢悠悠来的时候，连句道歉都没有，就淡淡的说，深圳周末路上堵，你们应该能理解吧。我瞅见小李眼里闪过一丝不高兴，但他还是很礼貌的起身把花递过去。这花我不要，小王直接拒绝，我对花粉过敏，而且这天气送向日葵，感觉不太用心啊。这话一出来，我就心说，得，这顿饭怕是要变成一场灾难了。点菜的时候，小王全程玩手机，头都不带抬一下的。小李好心问他，你喜欢吃啥？有啥忌口不？随便。小王终于放下手机。不过我得提醒你，这家店最便宜的套餐都688一位，你请得起吧？我看小李表情明显僵了一下，但他还是保持着绅士风度。当然，你随意点。等菜的时候，我想活跃下气氛，就聊起两人工作。本来聊得还挺好，小李说到他们公司最近做的一个 AI 项目，说得头头是道。没想到小王突然打断他，你们公司我知道，但说实话，在深圳算不上一线大厂吧？
我听说你们最近融资不太顺利啊。小李愣了一下，这消息不太准确。我们公司，哎呀，小王又给打断了，在深圳混互联网圈的，消息都互通。我觉得咱还是聊点实际的吧。你父母是干啥的？家里有几套房？存款大概多少？准备啥时候结婚？结婚后打算生几个孩子？你愿意跟父母住一起吗？这一连串问题跟机关枪似的突过来。我看小李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放下筷子，深吸一口气。小王，我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讨论这些，是不是太快了点？而且我觉得婚姻可不是做生意。怎么？小王冷笑一声，不敢说。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。我在 XX 公司做产品总监，年薪50万，有房有车，存款200万。我要求真不高，但我觉得门当户对挺重要。你要是觉得压力大，现在就直说。我看着这场面，尴尬的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干了10多年红娘，还是头一回碰到这么直接的女生。但更让我意外的是小李接下来的反应，没想到小李听完这番话突然笑了。他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，正襟危坐地看着小王。既然你这么直接，那我也开门见山说几句。小李声音不大，但语气特坚定。第一，我觉得你把相亲完全当成一场交易了，这让我挺不舒服。婚姻可不是房产交易，也不是公司并购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价值观的认同。第二，你一直打听我经济条件，却压根没关心过我这个人。你知道我爱好是啥吗？我性格咋样？我对生活有啥追求？这些你都不关心，眼里就只有物质条件。第三，小李接着说，你提到门当户对，但我理解的门当户对是两个人教育背景、生活态度、三观相符，可不是光用金钱衡量。小王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你这是在说教呢？不，我就是实话实说。小李还是很平静，你刚才说你要求不高，可你想过没？你开的这些条件在深圳这样的城市，符合标准的人还单身到30多岁的概率能有多大？那些条件都符合的优质男士，为啥还单着呢？小王明显被说的没话说了。还有，小李喝了口茶，继续道，你说你年薪50万，存款200万。说实话，在深圳这条件确实不错，但也绝对算不上顶尖。既然你这么看重物质，我也跟你说实话吧。我年薪确实过100万，家里在深圳市区有2套房产，1套自住，1套出租，存款和投资加起来大概500万左右。但是小李特意停顿一下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我来相亲是真心想找个能一起生活的伴侣，又不是来参加招标会。你刚才说宁愿单着也不将就，可你想过没？就你这态度，就算找到符合你所有条件的人，人家会愿意跟你在一起吗？我看着小王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，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啥。作为红娘，相亲场面见得多了，但像今天这样的对话还真是少见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突然开了，服务员端着精致的料理进来。但这会儿这气氛哪还适合继续用餐啊？小李起身说，丽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这顿饭我来结，小王，祝你早日找到心仪对象。说完，他拿起外套，礼貌地冲我们点点头，就转身走了。这一刻，我瞅见小王眼里闪过一丝后悔和不甘心。小李走后，包厢里气氛尴尬的能抠出3室一厅。小王坐在那儿，眼圈有点红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，丽姐，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分了？我叹了口气，给他倒杯茶。小王啊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好多道理你心里明白。就是这些年在深圳打拼，可能太看重物质条件了。其实今天小李说的话虽说有点重，但都是大实话。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像你这样的姑娘见得多了。在深圳这样的城市，女孩子们都优秀又独立。可有时候，这优秀和独立反而成了感情路上的绊脚石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边收拾桌上餐具，一边接着说，上周我去参加一个老客户婚礼。那女士当初来找我时，条件比你还好，是某大企业副总，年薪100万，想找个门当户对的。但后来她嫁给了一个普通中学老师。小王有点惊讶，为啥呀？因为她遇到了真正懂她的人。那老师工资不高，可特别顾家，生活还挺有情趣，
对他事业也特支持。婚后他能继续专心搞事业，他就负责打理家里。你说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比俩人都忙得像陀螺，还互相攀比条件要好得多？小王低头不说话，我知道他在琢磨。再说小李吧，我接着说，他条件其实挺符合你要求的，可你今天这表现，说不定就错过个好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光条件好，性格还特温和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特重视感情，这在现在社会可太难得了。丽姐，小王声音有点哽咽，我是不是真的太功利了？知错就改，啥时候都不晚。我拍拍他肩膀，现在深圳确实好多30多岁单身女性，但这不是啥坏事。关键得调整好心态，别把物质条件看得太重，忽略了感情本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次相亲对小王触动挺大。他开始反思自己择偶标准，也学着放下一些固有观念。3个月后，他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创业小伙子。虽说当时创业公司刚起步，条件比不上他之前要求，但俩人特聊得来。现在他们都在筹备婚礼啦。而小李呢，半年后通过我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对方是个比他小2岁的插画师，收入不高，可性格特别好，两人生活方式特合拍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感慨一句，婚姻可不是利益交换，而是2个人生命的交织。在深圳这样的城市，相亲本来就不容易，要是还把条件看得太重，那就更难找到合适另一半了。各位单身的姑娘小伙们，择偶的时候，适当有点标准是必要的，但要求太过分，只会让自己错过更多机会。真正的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你觉得不那么完美的选择里。好啦，今儿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，也祝所有正在找另一半的朋友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记得点赞关注哦，下次我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相亲故事。